刘老师的深夜电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然后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刘老师的深夜电台。这个深夜电台是什么呢？就是提供到给小蝴蝶跟我之间有一个可以说悄悄话，分享我近来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分享一些心事或者是一些经验，还有我一些生活所得吧。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舒服、温暖又贴心的一个夜晚吧。先说一说近况，近来其实还挺忙的。舞蹈我也一直有在准备，就是每一次不一样的题材、不一样的主题。其实除了工作以外，我会打游戏，但是就是自从参加节目以来，就是开始玩的时间很少了，说有空就玩一玩。这一期的主题其实是毕业季，6月、7月了嘛，然后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陷入人生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毕业了，那我接下来该干嘛呢？可能会面临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想在这一次的深夜电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我在毕业的时候，其实算是目标比较明确的那一部分人，跟同学聚在一块就开始聊我的梦想是什么，做什么样的工作，上什么样的学校。就大家都说了之后，其实到现在真正能坚持走下去的，其实真的不多。我自己就选择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当时就去到了海外，在那边留学，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自己一个人刚开始去那边奋斗的时候，当时就是想要自己挣钱，在一个舞蹈工作室，然后想要提升自己的舞蹈能力，所以我当时就花最高的价钱，然后上了最多的课，一天就是上了4个小时半的课，就是单上课。然后上课结束之后，晚上11点，然后可能我们就排舞蹈，然后就到早上4、5点，我就要赶当天的那个地铁回到学校，然后可能是1个小时的距离。我当时就是为了要争取我的奖学金，拿第1名，然后我还是全勤的话，我就能够免了那个学期的那个奖学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记得冬天在韩国，当时是第一次体验冬天。当时就是早上排完舞蹈之后，我不是要回到学校，然后当时其实很困，但是我要赶回去，我如果错过了之后，我可能就迟到，我就没办法拿到奖学金。当时就是在那个工作室这样往下，我得跑下去。当时的那个鞋子其实已经磨得都已经没有那个鞋底纹了，就很滑。当时就很无奈，然后又很想哭，但是不能哭，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赶地铁是最重要的，哭什么哭？就是不重要的话题也已经说得够多了，是时候要说说我们的主题树洞 time。每一次的深夜电台的主要的内容其实是会有一个树洞 time 的时间，收集你们给我写的一些信，投入到这个树洞里面，然后我会从树洞里面挖出来读，然后给大家答疑解惑，或者是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更多的其实我想以朋友的一种感觉在跟你们聊这个天。那接下来我要打开我的树洞，读第1封信咯。刘俊，你好呀，非常的喜欢及欣赏你。我是大学最后1年的学生，现在在一间公司实习吧，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非常不适合这份工作，还是工作环境的问题。我每天都找不到去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自从开始实习后，我开始对每一天毫无期待，甚至非常害怕黎明的到来。我该如何是好？看了你给我写的信，其实我会觉得现在你在做的这个工作，它可能不是你喜欢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不一定坏事的原因是你现在可以清晰的面对自己，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思考。如果说没有动力的话，那怎么办？那我可能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就像可能我现在在做这个深夜电台，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想找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有我这样的一段视频，然后可以陪大家度过。对，所以我就会寻找很多这一种意义，然后让我去坚持下去去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好，那接下来就下一封信喽。Hello， 君，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出国留学，就想问问你，我去年因为疫情 gap 了1年，今年马上要去美国了。我每次只要一想到我住在一个人都不认识、语言甚至可能不甚相通的宿舍里，在异国他乡我就很害怕。可是现在慢慢的也害怕去交朋友了，就有点不自信了。就这种感觉让我好焦虑、好害怕。
说实话，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在交朋友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的社交障碍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习惯把自己封闭起来、包裹起来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在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会觉得我很冷酷，就是我会习惯性把自己保护起来，因为我害怕会让人觉得就是我想要去主动的去认识他什么的，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烦。我都是等别人主动来跟我搭话，我才慢慢的把自己放开。然后但是现在其实我也在慢慢的学习，就是自己主动的去跟别人说话呀，还是什么，还是得慢慢的适应。就是如果说你跟他搭话，你主动找他想要认识他，然后但是他没有想认识你的话，那就 fine， 那可能就是没有缘分嘛。下一封信，我刚大学毕业，可是因为疫情关系，真的很难找工，申请了几十间公司，可能才1个回复，而且都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职业。这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继续努力尝试申请自己想要的职业，还是先妥协接受眼前有的机会。我知道你之前的访问有说过你在 EM 当导师是为了以后有机会当 idol， 可以分享你当时为什么决定当导师吗？我当时为什么决定当导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机会，那我就把握住。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机会，因为我会觉得每一个机会跟每一个经验都是积累。就像现在吧，可能我在做 idol 这个东西，但是我有能力为自己编舞，甚至我有能力为自己审核，就是别人给我编的舞蹈，这些都是积累。但如果说我当时没有做过这份工作的话，那我可能被坑了也不知道。你永远也想不到，就是你曾经积累的东西，有一天会在哪一个地方派上用场。它即使不是你将来擅长或者是说喜欢，然后会去做的工作，那现在有这个学习机会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去学习。因为很多人想要这样的学习机会，其实都没有这个机会去得到。俊俊可以再唱一次歌吗？什么歌都 OK， 太想听你的唱歌啦。不行，就是毕竟是深夜电台嘛，就是没有音乐好像也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也是想要哄大家入睡嘛，那我就再唱一首晚安晚安吧。听完这首歌就要早点入睡。想对你说句晚安，对你说句晚安，晚安晚安呀，星星已经睡了，月亮已经睡了，想对你说一句晚安。